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1998年5月25日清晨，桃园机场的航站楼热闹非凡，行李车来回穿梭，广播中反复播报着即将登机的航班信息，人群熙熙攘攘，或是满怀期待，或是神色匆匆。清晨的阳光透过巨大的玻璃窗洒进来，却显得有些刺眼，仿佛空气中弥漫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躁感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王宇明拖着行李箱跟在妻子和女儿身后，他的脸色有些苍白，额头上微微冒着汗珠。他昨晚做了一个极为清晰的梦，梦里他站在一片广阔无边的海面上，四周漂浮着残骸，耳边充斥着撕裂的哭喊声和呼救声。梦中的冷意似乎还残留在他的皮肤上，让他忍不住拉紧了外套。爸爸，你怎么了？女儿甜甜仰着脸问他，小手拉着他的袖口晃了晃。没事，只是没睡好。王宇明勉强露出一个微笑，摸了摸甜甜的头顶。妻子李芳回头看了他一眼，皱眉道，你是不是感冒了？脸色这么差。没事，可能是昨晚空调开太冷了。他低声说，尽量掩饰自己的不安。广播响起， CI611 航班前往香港的乘客请前往登机口。王宇明跟着家人走向登机口，却隐约觉得脚步有些沉重。就在他们即将通过登机门时，他下意识回头望了一眼，发现人群中有一个模糊的身影正盯着他。那人穿着一身不合时宜的旧式制服，神情僵硬，嘴唇微微蠕动着，似乎在说什么。喂，快点啊！妻子的声音将他拉回现实。他猛地转头再看，那个身影已经消失了。怎么了？李芳皱眉问。没什么。王宇明低声答道。快步跟上家人。登机口的灯光突然闪了几下，广播中传来一阵刺耳的电流声，随即恢复正常。没人注意到这一切，除了王宇明。他心头一紧，感觉胸口压了一块石头。进入机舱后，空姐微笑着迎接他们，温柔地引导乘客就座。甜甜兴奋地趴在窗口向外看，指着远处的跑道说，爸爸，好多飞机啊！王宇明点了点头，却忍不住低头看着手中的登机牌。机票上的 CI611 几个字母似乎在他的视线中晃动起来，像是要脱离纸面。他甩了甩头，告诉自己是多想了，可那种不安的感觉却越来越强烈。飞机开始滑行，广播里传来机长的声音，各位乘客早上好，这里是中华航空 CI611 航班，预计2小时后抵达香港。王宇明听着，心中却升起一种奇怪的念头，这声音似乎和梦里听到的某种低语重合了。他看向窗外，晨光下的跑道尽头似乎笼罩着一层薄雾，像是某种未知的帷幕，等待着他们的到来。飞机顺利升空，机舱内逐渐恢复平静，乘客们开始放松下来。甜甜靠在窗边，兴奋地看着窗外的云海，小声念叨着，像棉花糖一样，真漂亮。王宇明却始终无法平静，他的手心渗出冷汗，视线在机舱内来回扫视。他总觉得机舱的灯光有些奇怪，明明是柔和的暖黄色，却让他感到一种隐隐的刺眼，像是随时会熄灭一样。先生，您还好吗？一名空服员走过来，轻声问道。没事，谢谢。王宇明挤出一个笑容。空服员点点头，转身离开。就在这时，广播中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杂音，紧接着是一段含糊不清的低语声，像是有人在喃喃自语，声音断断续续，语调古怪，仿佛不是人类的语言。这是广播坏了吗？王宇明低声问妻子。李芳抬起头，皱眉听了几秒，随即摇头，没有啊，我什么都没听到。他愣住了，盯着头顶的广播喇叭，耳边的低语却越来越清晰。你回来了，我们都在等你。王宇明猛地闭上眼睛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告诉自己是幻觉。可当他睁开眼时，视线正好落在前方几排座位，一名穿着红色连衣裙的小女孩正回头看着他，脸色苍白，嘴角挂着一抹诡异的笑容。甜甜，他低声叫了一声，爸爸，我在这儿啊。甜甜的声音从他旁边传来，他猛地转头，看到自己的女儿正坐在窗边，天真的看着他。
再回头看那女孩时，座位上已经空无一人。你是不是病了？李芳的语气带着一丝不耐烦。可能是累了。王宇明低下头，揉了揉太阳穴。机舱内的温度开始变得奇怪，时而冷得刺骨，时而又热得让人冒汗。乘客们纷纷抱怨，空服员解释是空调系统出了点问题，正在调整。王宇明看着窗外，发现云层变得异常厚重，阳光被遮得严严实实，机舱内的光线也随之暗了下来。爸爸，你看！甜甜突然指着窗外喊道。那些人在飞。王宇明顺着他的手指望去，窗外的云层中似乎有黑影掠过，速度极快。他眯起眼睛仔细看，那些黑影的轮廓隐约像是人形，但动作却不自然，像是被风吹动的纸片。别瞎说了，哪有什么人？李芳拍了拍甜甜的手，示意她别乱指。甜甜却坚持地说道，真的有，他们在跟着我们。王宇明心中一阵发冷，强迫自己移开视线。但余光里，那些黑影仿佛贴在窗外，扭曲地漂浮着。机舱广播再次响起，空服员的声音传来，各位乘客请系好安全带，我们即将遇到气流。就在广播结束的瞬间，飞机突然剧烈颠簸，行李架上的物品发出一阵撞击声，机舱内响起了惊叫声。王宇明紧紧抓住椅背，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涌上心头。他的脑海中再次浮现昨晚的梦境，破碎的海面，撕裂的哭喊，无处可逃的绝望。爸爸，我们会掉下去吗？甜甜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。不会的，别怕。王宇明握住女儿的手，却发现自己的手心冰凉得像块石头。他不知道这句话是说给女儿听的，还是说给自己听的。飞机在云层中穿行，剧烈的颠簸让机舱内的紧张气氛逐渐升级。广播里传来机长的声音，试图安抚乘客，各位乘客，请不要担心，我们正在调整航线，很快就会恢复平稳。然而，机长的话还未说完，飞机突然一阵强烈的震动，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猛地推了一把，氧气面罩瞬间从头顶掉落，警报声刺耳地响起。爸爸！甜甜尖叫着抓住王宇明的手，小脸苍白如纸。别怕，抓紧我！王宇明的声音因为恐惧而颤抖，他一手抓着甜甜，一手拼命按住面罩，给他戴上。机舱内一片混乱，行李从头顶的行李架中滑落，砸在乘客身上，尖叫、哭喊、祈祷的声音交织在一起，仿佛一场末日的交响乐。王宇明感到胸口像被压了一块巨石，呼吸变得越来越困难。就在此时，飞机猛地向下一沉，像是被什么东西从高空拽了下去。透过窗户，外面的云层被撕裂开来，露出一片深不见底的黑暗。我们要掉下去了，有人歇斯底里地喊着。王宇明拼命环顾四周，试图寻找一丝希望，但他的目光突然定住了。在机舱的尽头，他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那是之前在登机口看到的那个男人。男人依旧穿着那身旧式制服，静静地站在机舱尾部，他的眼神空洞，嘴唇微微张开，似乎在无声的低语。就在王宇明与他对视的一瞬间，男人缓缓抬起手，指向窗外。王宇明顺着他的手指看去，窗外的景象让他血液瞬间冻结。云层中，那些黑影越来越清晰，居然是一个个扭曲的人形。他们的脸模糊不清，但姿态怪异，像是在挣扎着扑向飞机。爸爸，他们要进来了！甜甜尖叫着指向窗户，窗玻璃上突然出现一道裂痕，伴随着一声刺耳的碎裂声，一股猛烈的气流冲进机舱，撕扯着一切。乘客们的尖叫声被淹没在风声中。王宇明死死抓住甜甜，试图护住她的身体，抓紧，别松手！他用尽全力喊道。然而，他的声音被另一种更低沉、更诡异的声音覆盖了。那是从四面八方传来的低语，像是无数人同时在耳边说话。欢迎回来，你们属于这里。机舱的灯光开始剧烈闪烁，王宇明感到身体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撕扯着，仿佛灵魂都要被抽离。他看到甜甜的脸在泪水中扭曲，嘴唇动了动，却什么都听不到。最后一瞬间，他的视线模糊了，耳边只剩下那无尽的低语和哭喊声。飞机解体的瞬间，
世界彻底陷入黑暗。王宇明醒来时，意识如同从深海中浮出水面，脑袋沉重，四肢无力。他努力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正漂浮在一片冷冷的海水中，周围一片寂静，仿佛世界被什么东西吞噬了。只有海浪拍打在他耳边，发出低沉的响声。他强迫自己保持清醒，挣扎着抬起头，发现自己四周漂浮着飞机的残骸和其他乘客的尸体，大多数人面色苍白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仿佛死前还在恐惧中挣扎。甜甜，王宇明低声喊道，声音在寂静的海面上显得异常孤单。他环顾四周，却没有看到女儿的身影，心脏猛地一跳。他开始拼命游动，想要找到她。每划一次水，脑海中就浮现出甜甜哭喊的模样。突然，一阵冷风吹过，海面上漂浮着一张破旧的纸符，纸上写着一些看不懂的字，符纸随着波浪轻轻摇动，仿佛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在牵引着他。王宇明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被吸引过去，他伸手去抓，却发现纸符在他接近的一瞬间轻轻飘开，仿佛在逃避他。他咬紧牙关，拼命游向纸符。然而就在他靠近的瞬间，水面上突然传来一阵低沉的呼喊声：“回来，你回来了！”王宇明猛地停住了，心脏跳动得异常剧烈。那声音像是从海底传来，又像是从他脑海深处浮现出来的回音。他四处张望，却什么也看不见。是谁？他大声喊道，声音在空旷的海面上回荡，回音仿佛被吞噬进了深渊。你回来了，声音再次响起，这一次更加清晰，甚至带着一种无法言喻的熟悉感。王宇明的眼睛骤然睁大，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低声喃喃：“这是不可能。”他猛地转过头，看到不远处漂浮着一具尸体，那是一个女人，面色苍白，衣服已经被海水浸透，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眼睛死死地盯着王宇明，嘴巴微微张开，似乎在说些什么。李芳，王宇明的声音颤抖着喊出了妻子的名字。女人的眼睛微微动了动，仿佛回应了他的呼唤。王宇明心跳加速，拼命游向她，双手伸向那具漂浮的尸体。当他靠近时，水面突然剧烈翻涌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下面撕扯着。他猛地抓住那具尸体，却发现他的皮肤冰冷得像冰块一样，毫无生气。就在他触碰的瞬间，尸体的眼睛猛地睁开，眼中没有一丝光亮，死死盯着他。你回来了吗？那声音再次响起，近乎低语，却又像是从四面八方传来。王宇明的心脏猛地一沉，他感到一股强烈的恐惧席卷而来。那声音不像是妻子，而是某种他无法理解的东西，仿佛是从海底深处的灵魂在召唤他。他猛地用力推开尸体，拼命游回去，但每一次他转头，都能看到那张冰冷的面孔浮现在水面上，死死盯着他，嘴巴不断张开，低语声变得愈加清晰：“你回来了，我们都在等你。”王宇明的眼前一片模糊，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可怕的念头：这场空难是否不仅仅是他与家人的灾难？他是否也早已被某种未知的力量卷入其中，成为了这场无尽轮回的一部分？海面上的低语声渐渐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沉的寂静。王宇明的视线开始模糊，他感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沉，仿佛被无形的力量拉入深海的黑暗中。王宇明的意识逐渐模糊，他的身体像被沉重的铁链束缚住，无法动弹。四周的黑暗仿佛无尽的深渊，吞噬着他的理智。低语声依然在耳边回响，那些熟悉的声音变得愈加清晰，仿佛有人在他耳边轻声呼唤：“你回来了，你终于回来了。”他的心跳越来越快，脑海中浮现出无数模糊的画面，甜甜的笑容，李芳的眼神，还有那架坠落的飞机。每一幅画面都充满了无尽的痛苦与绝望，仿佛是被刻印在他的灵魂深处，无法抹去。突然，一阵剧烈的震动将他从昏迷中拉回。王宇明猛地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依然漂浮在海面上，周围是一片死寂，没有飞机残骸，没有尸体，甚至连海水的波动都消失了。四周一片静谧，仿佛整个世界都被定格在某一刻。他拼命地呼吸，想要喊出声来，却发现自己发不出任何声音。海面上的低语依旧在回响，
但这一次，它不再是来自外界，而是从他内心深处传来，像是他自己灵魂的声音：你回来了，你属于这里，我不属于这里。王宇明低声喊道，声音虚弱而颤抖，我不属于这里。然而，他的声音在寂静中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仿佛从未发出过。突然，他感到一种强烈的吸引力从海底传来，像是某种未知的力量正在将他拉入深渊。他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开始下沉，海水渐渐吞噬了他的双腿，冰冷的水流像无数只冰冷的手臂紧紧抓住他。他拼命挣扎，但每一次努力都显得如此无力。那股吸引力愈发强烈，仿佛海底有某种东西在等待着他。你回来了，那声音再次响起。这一次，它不再是低语，而是清晰的、充满诱惑的呼唤。你无法逃脱，你注定属于这里。王宇明感到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将他拉向深海，眼前的景象开始变得模糊。就在他快要彻底沉入黑暗的瞬间，他突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那是李芳，站在水面上，面容苍白，眼神空洞，他的嘴唇微微张开，似乎在说些什么，但声音被海水吞噬，无法听清。李芳，王宇明大声呼喊，但声音依旧消失在水中。李芳缓缓伸出手，像是要拉住他，但他的手指却像虚幻的影像一样，穿透了王宇明的身体，消失在水中。王宇明的心脏猛地一紧，他感到一阵无法言喻的痛苦，仿佛灵魂被撕裂。你不该回来，李芳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，空洞、冰冷。你不该打破这份宁静。王宇明的眼前一片漆黑，耳边的低语声逐渐变得模糊，他的意识逐渐消散，仿佛被无尽的黑暗吞噬，连同他的一切记忆、情感、痛苦都被这片海水彻底埋葬。他不再挣扎，任由自己沉入那无尽的深渊。王宇明的意识仿佛被撕裂成无数片段，他的灵魂在黑暗的深渊中漂浮，四周没有一丝声音，只有无尽的寂静，没有光明，没有空气，只有无尽的空洞和深沉的孤独。他无法感知时间的流逝，仿佛永远被困在这片黑暗的空间中。突然，一道微弱的光芒出现在黑暗中，像是远处的一颗星星，带着一丝希望的光辉。王宇明不由自主地朝那道光靠近，内心深处有一种强烈的冲动，仿佛那光能带他回到曾经的世界，回到他失去的一切。然而，随着他接近光源，那光芒却逐渐变得模糊，仿佛被什么东西遮挡住了。就在他几乎触及光芒的一瞬间，黑暗中突然传来一声低沉的笑声，那声音冰冷刺耳，带着一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阴森气息。你以为你能逃脱？那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，带着无法言喻的威胁。你已经回不去了，你的命运早已注定。王宇明猛地停住脚步，心脏剧烈跳动，他的思绪混乱，脑海中浮现出无数破碎的画面，甜甜的笑容，李芳的眼神，飞机的坠落，海水的吞噬，每一幕都充满了绝望和痛苦。他试图挣脱那声音的束缚，但每一次努力都显得如此微弱和无力。突然，他感到一股强烈的力量将他推向了那道光芒。那光不再温暖，反而变得刺眼，像是某种无法承受的重负。你已经属于这里。那声音再次响起，这一次带着一种无法抗拒的命令感。你无法逃脱，也不该逃脱。王宇明的灵魂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束缚住，他的身体开始剧烈颤抖，意识逐渐模糊。就在他几乎被黑暗吞噬的瞬间，眼前突然浮现出一个熟悉的面孔，是甜甜。他站在黑暗的尽头，微笑着向他伸出手，他的眼睛没有一丝生气，面色苍白，嘴角挂着诡异的笑容。爸爸，别怕。甜甜的声音传来，清晰而温柔。你终于回来了，和我们一起。王宇明的心脏猛地一跳，仿佛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击中，他的灵魂剧烈震动，意识一阵清晰。那是甜甜的声音，但却不再是他熟悉的甜甜。他的眼睛空洞，笑容诡异，仿佛已经不再是人类。你不该回来。甜甜的声音变得低沉，带着一种诡异的冷意。你不属于那个世界，你属于我们。王宇明猛地闭上眼睛，试图摆脱那股无形的力量，但他感到自己的灵魂被拉向甜甜的身影。他的手指越来越近，
仿佛能触及到他的灵魂深处。你回来了，爸爸，你不再是那个世界的人了。甜甜低声说道，声音充满了诡异的诱惑。你是我们的一部分，永远不会离开。王宇明的意识再次被吞噬，最后一丝清醒消失在黑暗中。